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才知道，在冰箱里放一个塑料瓶，每年能省下大约1半的电费，真是太方便、太划算了。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，回家赶紧试试。冰箱几乎家家户户都离不开，像家庭的勤恳劳动者，一年到头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，给生活带来无尽的便利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看似默默无声的家电，其实是家里的电老虎，一不小心，电费就会迅速上涨，让人直呼伤不起呀。不过别着急，今天教大家一个绝招，只需在冰箱里放一个塑料瓶，就能解决不少麻烦，一年还能省下好几百的电费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塑料瓶，这个家家户户都有的小物件，竟然能帮我们省下一笔不小的电费。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别着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方法1，我们就拿一个小碗，往碗里放入白醋，少许小苏打，再加入一点茶叶，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搅拌后直接放进冰箱中。这碗溶液对去除异味有很好的作用，因为我们的白醋能够去除异味的作用，放在冰箱里几天后，异味往往会消失。其原理在于白醋中的醋酸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并会持续释放，帮助吸附和去除冰箱里的异味。去除冰箱的异味，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把茶叶放进冰箱，能够快速的吸附冰箱里的异味。茶叶吸附的能力比较强，在吸附异味的同时，茶叶还能散发淡淡的香气，茶多酚具有清香的味道，因此可以有效去除冰箱的异味，让冰箱不再有其他味道。所以平时我们用这个方法去除冰箱的异味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方法2，今天我们来准备家里的一个塑料瓶，不论大小都可以。先用水把它们清洗干净，然后往里面灌入适量的清水。像这种塑料瓶，家家户户大概都应该有几个，平时用完就直接扔掉，确实有些浪费。其实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用途，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用途就比较值钱了，既实用又有价值。把水装好后，我们把盖子拧紧，这个水我们不要装得太满，大概到瓶颈的位置，距离瓶口大约有2公分的距离，这时候的水位线就刚刚好了。除此之外，请不要使用玻璃瓶或铁质罐子的杯子，务必使用塑料瓶。如果用玻璃瓶的话，那么就容易造成了安全的隐患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了冷冻室里面，冷冻1夜或至少4小时以上，也可以提前1晚把它冷冻好，第2天就可以开始使用。我这里是提前冻了1晚，已经结成冰块了。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怎么用呢？非常简单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冻好的塑料瓶放到我们冰箱的保鲜层，保鲜层的温度比冷冻的要高许多。一般情况下，当我们的冰箱里面保鲜层的内部的温度过高的时候，冰箱会提高功率运行，以达到降低内部温度的目的。而当保鲜层的温度降下来之后，这个冰箱它就不会加速的耗电了。其实夏天冰箱的耗电量是非常高的，原因在于环境温度普遍较高。我们放上一瓶冷冻好的冰水，这样冷藏室的温度就能降下来，减少了冰箱压缩机的工作。这样一来，一年就能够省下不少的电费。方法3，冰箱里面放锡纸。锡纸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，它是有很强的隔热效果的。平时可以在家里备好锡纸，将其直接铺在冰箱的置物架上，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热量交换的问题。到了天热的时候，室外的温度高，而冰箱就需要散发出更多的冷气，确实会增加能耗。有了这层锡纸，就能阻止冷气向外扩散，更好的让冰箱维持冷藏状态。
我们也可以在冰箱内放上冰袋，将其放在角落，同样能防止制冷效果变差。方法4，你们是否注意到，以前的老式冰箱冷冻室往往积聚较多水分，容易出现结冰与结霜，这不仅会显著增加冰箱的耗电量，也会影响其工作效率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同样利用我们的口罩。我们来准备一个口罩，口罩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用，但稍作改造放进冰箱，竟然能神奇地帮助我们省点电费。具体做法是，先把口罩最里面的这一层剪开一个口子，然后将中间的这层纸给它掏出来，因为中间那一层纸的透气性没那么好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取出来。接着再把中间这一根固定胶条给它取出来，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透气的网袋。然后准备适量的餐巾纸，最好多备一些，把餐巾纸折叠好放进这个口罩包里。一次性口罩和餐巾纸组合成了一个吸水包，直接将它放到冷冻室里面，用来吸附里面多余的水汽，从而减少冰箱结冰结霜的可能性，能够大大的降低耗电量。平时除了可以用餐巾纸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废报纸来替代。另外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果想要冰箱更省电的话，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外，还要避免把冰箱塞得过满。冰箱里面的食物如果太满的话，压缩机就会持续运转，电费自然会上升。平时要尽量少开冰箱门，每次打开冰箱门都是对冰箱的一次考验。外面的热空气涌入，压缩机也就加班加点的制冷，因此尽量一次性取完所需物品，减少开门次数，这也是省电的关键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经常留意冰箱门的密封条。冰箱的这个密封条可能是一个隐形的杀手，如果它松动老化或者是发霉了，里面可能藏污纳垢，也就会容易导致外面的空气漏进来，导致压缩机不停的工作。所以定期的检查密封条也是很重要的。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有效的节省电费，并改善冰箱的使用效果。这些方法不仅经济实惠，且操作简单，值得一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